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有八朝古都之称的开封。开封又叫汴梁或者汴京。说到开封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它作为宋朝首都的时期，因为那时候有我们最熟悉的包青天包拯的府邸开封府。开封最有名的就是大相国寺、龙亭和开封府，后面我也会一一为大家介绍。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开封的古城墙，其中的一个城门大梁门。大家看看这个大梁门是不是翻新的不错？其实它是1998年重建的。北宋有4京，这里就是东京汴梁，所以这里就是大梁门。大梁门俗称西门，开封以前也都叫大梁城，所以这个城门叫做大梁门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开封比较出名的大相国寺，看起来很新的，不过红墙绿瓦，甚是好看，甚是好看。首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大相国寺。大相国寺原名建国寺，是中国有名的佛教寺院。当然，如果要进去的话，还是要买票的。我们买完票，验完票后就可以进去了。好啦，我们进来了大相国寺。入口背面有护国佑民4个大字。典型的佛寺结构，左右两边各有钟楼和鼓楼，但是它钟楼和鼓楼里各自供奉着菩萨，我不知道这符不符合佛教的传统。前方就是天王殿，这里的建筑结构是和少林寺差不多的。这是游人供奉的香火。大相国寺一进来就看到了，一侧是鼓楼，一侧是钟楼，相对而建，暮鼓晨钟也是佛教的一种日常的仪式。后面这里是天王殿，里面供奉的是欢喜佛，也就是弥勒佛，然后两侧是4大天王，代表的是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我们一起走过去看看吧。前面是大雄宝殿，但是我个人感觉旁边这2座白塔应该是后面才修的，跟整体风格不是很搭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像大雄宝殿房里那种比较斑驳古朴的感觉。前面就是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，这个这么大的炉鼎立在大雄宝殿前面，都生锈了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来头。终于看到大雄宝殿了。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是在1992年修复的，距离现在都有近30年了，所以它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古迹的味道？我个人觉得比起金灿灿的少林寺大雄宝殿，这里更有一种古朴的美感。大雄宝殿的香火肯定很旺盛。出于尊重，
大殿里我们就不拍摄了。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大雄宝殿。穿过大雄宝殿，前面就是大相国寺里有名的五百罗汉殿。五百罗汉殿又叫八角琉璃殿，因为八角形的建筑在汉传佛教寺院里边是少有的，所以它是大相国寺独有的建筑。五百罗汉殿里面，据说一共有500个金身罗汉佛像，而殿内的中心亭里更供奉着一个四面千手千眼观音像。它是大相国寺的镇寺之宝。如果大家对千手观音像有兴趣的话，不妨自己亲自来大相国寺参观一下。穿过五百罗汉殿，我们继续向里面走。五百罗汉殿之后就是藏经楼。藏经楼是一座高大的2层建筑，它始建于清康熙时期，主要是用来保存和收藏寺里的佛教典籍。大家看到藏经楼1楼是供奉着一个佛像的。哇，这里好吵啊！我们今天到龙庭公园了，那边很吵的就是了。然后门口好像在列队，不知道是有欢迎仪式还是有表演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。走，别见不留意。这里就是我们的下一站龙庭公园。这里就是它的简介。它是6朝，其中包括北宋和金国的皇宫所在之地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会变成一个公园。这个表演叫做九地迎宾，是龙庭公园用来吸引游客的表演，大家不妨欣赏一下。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赵恒，历史上称真宗。看，真宗皇帝来了。此人对外软弱，惧怕被辽进攻，虽打了大胜仗，却签订了屈辱求和的澶渊之盟。进来龙庭公园，环境还是蛮不错的。然后因为疫情影响吧，基本上也没有游客，所以旅游体验应该是比较好的。打败了，这皇帝害怕，把他的那个父亲不是把他的父亲接回来，再当皇帝，他对皇。龙庭公园主要被这2个湖所覆盖，右边这个叫做潘家湖，左边这个是杨家湖，统称为潘杨2湖。大家见到潘杨2湖是在主干道的2侧，环境还是挺优美的，真是像一个公园。杨家湖的湖面算是挺宽阔的，波光粼粼，湖上还有为游客打造的游船。湖上居然还有人游泳，这位大哥真是好厉害。前面有个鸭子，是不是？
过了这个门，前面就是龙庭了，爬过高高的台阶就会上去那个大殿了。这里是穿心殿，穿过穿心殿之后，就可以见到朝门和龙庭大殿。前面那里就是朝门，以前的文武百官就是通过朝门到达龙庭大殿，向皇帝朝拜。进入朝门之后，就可以见到龙庭大殿。龙庭大殿是宋代皇宫旧址的一部分，它始建于康熙年间，起初是作为万寿亭进行兴建。在节日大典或皇帝诞辰，地方官员到此朝拜，后来因为所在的山改名为龙庭山，所以便称为龙庭。看起来还是挺有气势的。据说龙庭大殿前面是有72级登道，即是72梯级。大殿是坐北向南，看上去风水真是不错。据说旁边这条盘龙御道还有赵匡胤留下的马蹄印，我是没看到了。我们努力爬上大殿看看。大殿现在已经装修成金銮殿的样子，有龙壁、龙椅在那里。然后就有很多人会向龙椅叩拜。但事实上，这个龙壁和龙椅都是近期装修才做的。龙庭大殿这里还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。综合来说，这里不愧为八朝古都的皇宫旧址，风水气势让我感觉和故宫的确有几分像，有点皇城的风范。嗨，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开封最著名的开封府啦。包青天的故事不必多说，想必早已是人尽皆知了。电视剧流传的范围如此之广，上到80，下到8岁应该都看过。然后来这里的应该都是有情怀，怀着对包青天的情怀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提到开封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宋朝包拯的府邸开封府了。所以难得来到开封，明知道这个开封府是完全重建，现在是专为游客而设的，我也还是花钱进来参观一下。这里就是府衙的正门，穿过这里就可以到开封府的大堂。前面这里就是开封府的大堂了。大堂前面这块就是界石，以前古代很多衙门前面都会有这块界石，而为什么会叫做界石，一会儿再告诉大家。大家先欣赏一下开封府衙门的大堂，就是公堂了。大堂之上正大光明4个大字，所有的衙门都是这样了。这个人很快就要被我骂了，旁边有个牌子写着不准进入的，但是他就不守规矩。大堂中间照例放着狗头闸、虎头闸、龙头闸，给大家参观和拍照。青天在上，这里就是界石的后面，上面有一首诗是叫界石文，
用来告诫为官者，耳奉耳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我真的想让现在当官的也看一看，你们的工资是民脂民膏出的，而不是用什么国家生我养我的口号来愚民。除了公堂之外，在府内还有很多建筑可以参观，不过里边好多都是空的。这间是小卖部，这间清心斋听说有一个包拯的像在里面，还可以上去顶楼俯瞰整个开封府，我们不妨进去看看。这个就是包拯的石像了，是不是很帅呢？上到清心斋的顶楼，就可以看到开封府的全景。这就是刚刚参观的公堂。开封府就参观到这里了，这里就适合逛一逛，打发一下时间，并不是那种一定要去的地方。5星满分的话，我给2星。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次的开封之旅。来到开封，作为8朝古都，的确有它自己特色的古迹和景点，古城的环境也不错。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古迹景点，也不是当地的特色美食，而是一进城映入眼帘的一栋栋烂尾楼盘。这些烂尾楼真不是我有意要拍的，而是实在太多了，这数量真让我震撼到了。我只是在路上随便拍了一些，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疯狂炒楼的后果之一吧。